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8月份，那今天我们就看一下我院子里在8月份的情况吧。那首先刚开始的，我想介绍的是我身边的这一棵是圆锥绣球。圆锥绣球它是这样的，像是雪糕一样的花序，它就是一个锥形的。它不同于我们平常见到的大花绣球是一个球形或者是平顶的花型。圆锥绣球它是非常的耐寒，它在北美农业区能够达到3区，所以它是能够看品种都不一样，它能够耐受零下30-40度的低温。因此，圆锥绣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花期会比较晚一点，相比于其他的大花绣球，它会晚1个月左右开花。我家里一共有3款不一样的圆锥绣球，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香草草莓。现在是它刚开不久，应该是在7月中下旬的时候才开放。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花头的顶端都会有开花。这一棵苗是我去年在网上面购买的一个3加仑的苗，去年只开了6个花，但今年这个花的数量直接就翻倍。那它的长势其实很快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植株的状态。它其实我还一直在同一个盆里面，没有给它换盆，但它直接这个冠幅就快接近1米，所以它的长势是很快的。假设你是打算地栽的话，圆锥绣球可以长到有6到8尺高，5到6尺宽，要给它留有足够的空间。我的第2颗圆锥绣球就是这一颗幻影，这是去年我也是网购的一颗树形的圆锥绣球。它在去年的时候并没有开花，今年是我第一次看到它的花。你说它的花瓣是不是？因为它的随着时间的递进的话，它的花瓣就会慢慢的染上粉色，按道理它能够整个变成粉色。我个人感觉，其实圆锥绣球之间它都非常的接近，它都像是这种塔形的花序，也是白色的花。秋天如果在温差比较高的地区能够出现粉色，就是它的秋色，但整体它的形状还挺类似的。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我觉得幻影它的花瓣更飘逸一点，就花柄更长，看上去跟刚才的香草草莓相比就更灵动一些。那这一颗呢是我的第3颗圆锥绣球，活力清灵。我在介绍这一片背阴区域的时候，可能已经给大家说过了。这一颗原来是被我种在一个西晒位的，去年它开出了很漂亮的绿色的，它一个球形的花朵，它是石灰灯的矮花版，它的名字是活力清灵。它移栽了在这边以后，它的状态就是非常的一般。首先可以看到这里它的很多叶子枯萎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位置随着前端的植物它长起来，它到达后面的这里的水分就明显的减少了很多，它是缺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一个位置，虽然在秋冬的时候太阳能够有2到3小时的日照，但随着夏天日照的角度上升，它基本上是没有日照，没有直射光，只有散射光。因此这对于一个圆锥绣球来说，它其实是不足以的。因为相对于大叶绣球，圆锥绣球它更是喜欢阳光，它需要我自己的观察，最少要有4小时的直射光，才能够保证它的花量以及它开花的时间。现在我观察了一下，它好像还是有花苞的，但是，这个时间就很晚了，估计它真的开花的时候，应该要到9月以后它才会开花。
至于它开出来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到时候再看。那这一个圆锥绣球以及旁边的白色的这一个是冰山，在它们这个位置开始就进入我的花香种植区。我一共是有4个不一样的花香，然后现在其中有2个是栽种了大丽花，有1个是种了番茄。对于种菜来说，我并不是非常的有经验。但是番茄是唯一一个我连续种了好几年都比较成功的一个品种吧。番茄它，譬如有一些是说要打顶呀，还有一些掰侧压，这些我并没有很多的实践的经验，因为我通常都是直接的放养，变成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说有什么我自己觉得可以分享的经验，就是说，番茄它对某些特定的元素的需求其实是很高的，因此最好同一个地块能够每隔3年才重新种回一个番茄。因此我在当初设计这一片花香的时候，我就是设计4个不同的花香，这样的话每年在一个不一样的区域种番茄，这样能够更好的保证它土地的恢复。我是在6月份的时候才把苗买回来种下，然后当时是加了大概半袋鸡粪在里面，然后明年当这边结束了以后，我就会把番茄苗都拔了，然后换一个新的花香重新种植。今年我种的几个品种这是 Early Girl， 是今年新尝试的品种。个人觉得它还挺不错的，它能长得很大。在自己家里种番茄的最大好处就是，你因为能够每天选择最红的、最漂亮的果子来吃，所以能够保证它的甜度能够做到非常好，跟超市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家里面种的番茄是非常的甜。那我剩下的几个花香，我今年是做了一个尝试，那就是做一个切花的花圃。现在看到的这一丛是大丽花。在种植大丽花之前，我是种了花毛茛。我可能之后会专门出一期节目去介绍怎么样对它们的轮替进行一个规划。那现在可以看到大丽花是逐渐的开放了。它其实跟月季一样，也是非常的喜欢阳光，最少也要有4个小时的阳光才能够保证它开花的数量。现在可以看到，零星的开始开了，然后但是有很多的花苞。其实今年的大丽花我种晚了，因为是，我之前的花毛茛我收成的时间比较晚，但幸好现在8月以后它也逐渐的开。我这边的温度会相对在冬天也没有特别的寒冷，因此它能够开花到11到12月份左右。这一个大丽花是我今年刚入的品种，应该是网红品种牛奶咖啡，它非常的大，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跟小朋友的脸一样的大，这是牛奶咖啡，非常漂亮。在我这片切花的花圃的尽头，其实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这一个我侧面的贝音月季花圃。由于今年我7月份回国探亲了，所以我就错过了他们的第2波花的花期。当我回来的时候，大部分的都已经是谢掉了，因此我也对它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修剪。因为这边你可以看到是长得非常的密集，
因此我也没有做非常精细的修剪，也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主要是在夏天是控制它的一个高度，就不想它再长得太高，可能大概在70-80公分的左右。就把它做一个相对来说整齐一点的修剪。在后续我会给它补充一些反式肥，如果有空的话，也会给它施一些水溶肥，看它会不会在秋天再来一波秋花。在这里面，我还想特别说一下的是，关于修剪，我这里有一棵瑞典女王。瑞典女王它其实是属于在比较成熟的枝条上才能够长得比较多花，因此我今年的修剪就保留在2级到3级枝条，就不会剪得太狠。如果剪得太狠的话，它可能的花量就会有所损伤，所以可以看到我留的比较高一点。现在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这一个罗尔德达尔。我在今年修剪的时候就很明显发现了它的一个性状，就是它在夏天它的开花枝明显要比在春天的要短。就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它能够接受到相对比较充足的阳光，因此它的徒长的现象就没有那么明显。在春天的时候这个开花枝可能要到1.2米左右，但是在夏天它不到1米它就可以开花了。这也是从侧面的来描述这一个品种，它其实它可以耐受半阴，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一棵耐阴的月季。我觉得真正的耐阴的月季应该是奥利维亚。奥利维亚它是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它的株型都一直是保持在大概60-70公分左右。它阳光不足的时候，它并不会特别的徒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个玛格丽特菊它又复花了。我记得上次我才刚修剪，我回国之前刚修剪，那回来以后它又继续复花。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优秀，特别的适合放在前景，因为它的株型圆润，它的枝叶也是比较舒服的，不像月季那样刺刺的。它是整体来说，它的叶子的形状以及它的形态都非常的适合做一个花镜的前端应用。当然，夏季来说也是各种花草疯狂生长的时间，毕竟是万物生长靠太阳嘛。我们在阳光充足的时候，花草也未免会比较多，长得比较疯狂。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要对我们的花镜进行一些日常的维护，譬如是修剪。用这一个飞蓬，它原来是长出来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比较的不美观，因此我会这里把它贴着这一个边界，把它修剪掉，这样的话能够维持它一个比较整洁的样子。另外，我在这边是种的是鲁冰花，已经是大花飞燕草，它们都已经花期都结束了，种子也已经是成熟了，因此我把它的种荚收集起来。这样的话可以在今年秋天，大概可能是8月底9月份的时候，会给它做一次播种，然后到时候我也会跟大家分享。现在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的时候，这个大花飞燕草它其实是能够再度复花的。现在它在旁边再长出来一个花剑。那今天呢，我是想给我这一个老月季下面去搭配一些草花，因为这个区域其实是没有种植花的，之前是放了一些花盆，那花盆那个效果其实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我今天就想给它配了一些花，主要是买了一个这一个是松果菊，那是夏天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是因为它上面的话是红色的，所以我就给它搭的一个黄色的松果菊。松果菊它其实你可以，虽然镜头前也许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它的叶子是有一种带小刺的，那就是意味着它其实是比较的耐旱，很适合加州。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也有一个标签是使用比较少的水分。松果菊我会打算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在它的旁边呢，我是打算搭配一个，是这一盆，这一个也是一些，这是一个叫做大戟，然后它的品种是Asco Rainbow， 应该是阿斯特彩虹。它的新长的叶子会是红色的，然后它的叶子也是带有这种边纹，所以它整体的色彩很丰富。比较重要的是它其实是带一点黄调，所以在这一个黄色、橘红色的这一个整个场景下边，它应该是会比较的塌。然后是打算是把它放在正下方靠近外面的位置。最后这一个呢，是我之前买的小苗，原来只有一个4寸的方盆那样大，我已经把它养成一棵相对比较大棵的这一个。这是一个天竺葵可以看到它被我这里的虫子咬了很多洞。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其实是它的叶子，它是这个斑纹的叶子。它的花是红色的，所以再次说，因为这个花是一个双色的玫瑰，然后搭配了一个黄色的松果菊，旁边这个是一个开红色花的天竺葵，在它不开花的时候，它是这种斑纹的叶子，我觉得这个空间能够给它做一个提亮的效果。所以现在这是我计划把它种植的，全部都会地栽在这边，因为这相对来说都比较耐旱这个位置它的供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方便，它是需要拉一个滴灌管过来供水，所以种植这些比较耐旱的植物应该是会很适合这个空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最近我院子里最后一批月季的夏花正在绽放，我将会在下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它们在夏天的表现。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